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有趣的声霸产品，那就是我们眼前这一款，由美国 JBL 公司所推出的 JBL Bar 9.1。那可能很多人就是对 JBL 的印象就是他们有出一些那种蓝牙喇叭。那其实 JBL 这公司它是一家美国的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老公司了，像是很多演唱会的喇叭系统，或者是录音室的监听喇叭。都是用这个 JBL 的产品。那 JBL 呢，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号角喇叭。号角喇叭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号角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在看一些那种很久以前的古时代的照片，那可能看到有那种人，他就是用兽骨，假如说动物的角，然后做成一个很像吹管类的乐器，然后他们进攻的时候就是会吹响那个号角。那号角这个像是扩音器啦。那号角呢？JBL 基本上会把号角搭配这个高音的发声元件去做这个高音的单体，然后呢，它会搭配一个大尺寸的低音单体，然后组合起来呢，就是 JBL 非常标志性的产品了。好，那我们接着回到这个 JBL Bar 9.1，它就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一一的为大家就是来做讲解。那首先从外观的部分，它这边应该是使用了其实有点像类金属的材质。然后，正上方就是它的有4个按钮，就电源啊、切换讯源，然后音量大小声。正面的部分就是有中置的人声声道，然后左右声道。那在它的顶面的两侧有做了所谓的杜比的全景声的天空声道。这样的配置基本上就是一般的，以现在旗舰级的声霸来讲，这个都还蛮基本的配置啦。那接孔的部分呢，它后面是使用了这个，基本上还有一个 HDMI in， 一个 HDMI out， 然后还有一个光纤的音源输入，然后网路孔、电源孔。所以基本上你要送讯号给 JBL Bar 9.1呢，你可以透过 HDMI 的这个 EARC 功能，然后透过光纤。那它有多做一组 HDMI in 的话，这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电视都 HDMI 孔都接满了，你这时候就可以用 Bar 9.1上面的 HDMI in。好，那接着讲到配件的部分。首先呢，JBL Bar 9.1它是配了一颗，这个就是它的重低音，无线的重低音。那这个重低音呢，我看官方数据它是给了一个10寸的低音单体，那它是朝下发声的。那基本上我在拆这个低音单体的时候，我看到它的这个低音呢，一般就是音响发烧，如果看到 JBL 这个低音单体，就觉得哇，它的这个所谓的弦边做得非常的厚。就是通常弦边很厚，这低音喇叭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它的低音一定就是很让人期待，很强劲。那这个低音喇叭基本上就是无线的，所以你就是可以放沙发旁边或放在前面。然后接着我们来讲到一个 JBL Bar 9.1的后环绕设计，它的后环绕设计就是一个非常算是很有趣的设计，就是它采用可拆卸式的无线设计，那就是我手边的这2颗。那基本上你平常它就是你可以把它吸附在这个 Bar 9.1的本体上面，它就会自动充电。那拔下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就是像它这个 Bar 9.1的后环绕，它一样有做正上方有做天空声道，然后水平面呢有做这个喇叭，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沙发的后面，假如很多人沙发靠墙嘛，那或者你直接丢在就是扶手上面都 OK。那Bar 9.1它这无线后环绕设计，它本身里面还有电池。所以以官方的数据，他说是有10小时的这个播放时间。那充电的话，就充电3小时就可以充到饱了。所以以我们一般，假如说你是下班啊，听听音乐、玩玩游戏，那周末玩个4-5个小时，其实这样的续航力来讲，都还蛮够用的。那可能有人会怕说，就是它这个有左右后环绕之分嘛，所以有人会怕说，我会不会拆下来之后就是搞混，然后装不回去？那其实不用担心，就是说它这个 Bar 9.1设计的时候，今天如果你拿了错误的后环绕，再接上它这个 Bar 9.1本体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强力的这种磁力的对抗。就如果你是拿正确的方向的话，你就直接啪一声就接进去了这样子。那因为它磁力稍微强一点，所以你在拔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这样子。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就是它操作的部分。那Bar 9.1它是有附上遥控器，然后呢这些其实他们刚开始接的时候啊，这个无线的重低音、无线的后环绕都不需要怎么设定，就是Bar 9.1接上电之后，
然后就它们自动连接就有声音了，然后你透过遥控器就可以控制这些配件的音量。那当然，8.9.1它有支援这个Apple Home， 然后还有 Google 的 Google Home， 然后有支援 AirPlay、AirPlay 2， 然后 Chromecast。但是其实它整体的操控还是很大，要依赖这个遥控器啦。但遥控器的配置其实蛮简单的，可以上面看到就是序源的切换，然后整体音量的大小声，然后还有3个按键，一个叫做 Atmos，Atmos 按键就是在讲说这个整体的天空声道的大小声调整。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后环绕的音量大小声，然后还有一个重低音的音量难度调整。那这边我后面会有一些参数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基本上就是还算蛮简单直观的啦，就是整体操作，如果你是第一次碰的人，可能10几分钟就还熟悉了这样子。那接着音色方面的体验呢，8.9.1这款产品，它第一次播放的时候，它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我觉得哇，它令人为之一亮，就是它的人声非常的清晰饱满，然后自然。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其实我们体验过很多的声霸产品啊，很多声霸产品在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我都会觉得说它人声不够大声，就是我需要单独进它的选单去做调整。那再来就是有些声霸它是你人声调大声的是没有错，但是因为可能它喇叭设计的关系，你就会觉得人声是变大声，可是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饱满，就是大声是大声，但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尖。那在 8.9.1 上面你听到就是很舒服很自然，然后当然它人声没有选项在调整，但是就是音量绝对是足够的这样子。那再来环绕音效的部分呢，8.9.1 它支援了这个 DTS:X， 然后还有 Dolby Atmos， 就是全景声，然后还有就是市面上最新的规格基本上它都具备了，所以你看不管是看蓝光片，那你看 Netflix 看 Disney Plus， 它都能够就是只要你是电视有送正确的讯号给它，就是都能够解码播放。那因为后环绕它是采用了一个可拆卸式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它放起来就更弹性了嘛，那也可以放的基本上离我们的聆听的耳朵的位置都很近，所以我会觉得说像我测试的时候，我是在麦斯音响我们2楼有个10几坪的视听的空间，然后就把这个后环绕直接就放在我们的沙发扶手两侧，就是我就觉得说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后环绕的体积好像不大，但它给出来的音量跟细节啊，我是觉得就也是让人惊艳。对，那我觉得这款产品其实啊，对大多数人讲，它可能是环绕音效，可能是最有感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就是都没有体验过嘛。那这个后环绕它放着离我们聆听的位置很近，就是像我用杜比测试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很新鲜，然后就是很明显。那再讲一下它的天空声道的表现。天空声道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像就是环绕就那么出众了。就是假如说我用杜比，它有一部就是下雨的片段来测试，那我就觉得说它的后环绕的天空声道大概就是如果有下雨声，就是在后环绕的上方大概30-40公分处。那如果是 8.9.1 的本体的话，我就觉得它大概在8.9.1 的上方大概150公分到170公分之间，就是跟一些假如说像 Boss 900或者一些高阶，假如说 Sennheiser 的 Ambio 比起来，就是那种有些soundbar它的天空声道是做你真的会觉得说哇，就是你面对电视，你的天花板上面是有在下雨的，会有音效的这样子。那 8.9.1 它就比较差了一些。那另外 8.9.1 它的低音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就是有些soundbar它可能你会觉得说它的低音是量感很多哇，很强劲，但是它就是有点含糊不清。但是像 8.9.1 它给人是非常深邃的深沉的，然后但是你就很清晰，然后又很舒服自然。那当然它音量可以做调整，你要让它非常大的低音的能量它也是 OK， 就是在大音量的时候它低音依然是保持着就是它一贯的这种舒服自然的特色。整体音色来讲，其实我觉得以上期我们评测过的 Boss 900来比较，我觉得 Boss 900它会在一些比较特效或者是一些器乐的细节，它会刻意的，也不是刻意，就是比较刻画的比较利落。那 8.9.1 它走就是一个比较温和，就是舒服的音色。那以我看这种，我有测试好几部电影，然后我就是用著名的反正就雷恩大兵这个抢滩的片段来做测试。
像音量一般其实住家用可能开20就蛮大声的了，那开到24就是大概是这个 9.1 它整个2/3音量的时候，就我觉得这个音量就是大概是极限的。但尽管在这么极限的音量上面，我听了大概20分钟、30分钟，我觉得它还是给人是一种舒服的感觉，它不会因为开大声你就觉得它很嘈杂，很令人不耐烦。那听音乐的表现基本上也是跟电影一样，就是 BAR 9.1 这款产品，它其实听音乐跟看电影它本身做的非常的均衡。那非常有趣一点就是说 BAR 9.1 它会把，假如说我们一般音乐不是都是立体声嘛，2声道的，那 BAR 9.1 它自动把这个2声道的音乐呢弄成一个，它会就是它的晶片会做演算，然后弄成一个环绕音效的格式。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其实像我那时候我在2楼我们视听室听音乐，我跟Soundbar是有点距离。那我摆了一个后环绕，就是把后环绕摆在我扶手2侧，就那样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还是很饱满。因为其实我们2楼视听室的空间很大，如果是一般那种Soundbar，可能就会觉得声音饱饱的，但是 BAR 9.1 听起来声音就是很饱满的这样子，那就会像真的乐器在我旁边演奏。那可能会有人会问说，那他这样去处理音乐这种立体声的讯号，就是本来立体声它的立体感，就是它的定位的方向不就完全跑掉了吗？那的确是这样子讲没有错。那像我在听一个美国的这个贝斯手独奏大师 Victor Wooden， 他去翻弹这个 Steve Wonder 非常有名的 Overjoyed， 就是这其实是一把独奏贝斯的演奏。但是 BAR 9.1 在播放的时候，他会把高音的音符呢丢到后环绕，然后把低音的音符呢一样是在 BAR 9.1 本体播放。所以这个原本是由一把贝斯演奏的歌曲，你就会觉得说BAR 9.1 在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2把贝斯在做播放，那就是可能后环绕是一把贝斯在演奏高音，那前方的 BAR 9.1 本体就是一个人拿贝斯在演奏低音。那这种情况像是在播放一些爵士乐，假如说我听一些 Oscar Peterson 的 You Look Good to Me， 就是这首歌它有一些小鼓的伴奏，那同样的它也就是你那时候假如说你用 BAR 9.1 听的话，你就觉得小鼓的伴奏都会在后环绕，就是会在你的身旁这样子，然后前方可能就是其他乐器。然后就是你播人声的时候的话，它当然后环绕也会有人声，那前方的BAR 9.1 也会有人声。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感受是，当然说它位置跟原本立体声不一样，但是除非你是一个很严肃，就是你是一个发烧的音响发烧友，就是很注重这个，他原本录音师录的怎么样，我就应该呈现怎么样这种立体感。要不然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其实这种感觉都是还蛮加分的啦。甚至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其实这个体验好像还不错，就是它就让整个空间都那种充满的音乐，不会说你就会感觉说有些Soundbar它播起音乐来就是像我空间其实有点大，所以就会觉得前方有音乐，那身旁都空空的这样子，它就是整个空间都会有音乐，很饱满。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效果，它的遥控器上面你可以长按它的后环绕音量按钮，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后环绕就再插回 BAR 9.1 本体，它就可以取消这个功能。不过我是会开啦，因为我觉得这效果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蛮好玩的这样子。对，那音乐连结的部分其实BAR 9.1 它有支援这个 AirPlay 2， 还有 Chromecast。我测试的时候我是用这个 Tidal， 就是这个串流一个美国的高音质串流平台，用 AirPlay 2连接。然后BAR 9.1当然本身还有蓝牙，就是所以连接上基本上都还蛮简单的，就是整个配对连线的过程中都算就是很直观很快速。对，那音色的设定这边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下做个参考。那像首先就是低音音量的设定，BAR 9.1 的话，它低音音量有从1到5有5个级距，预设是3，基本上预设的音量低音的音量我觉得看音乐就甚至看电影都还够用了。那如果你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你可以调4这样子。然后后环绕的话，它基本上音量分的级距是从 low、mid、high 这个3个级距去做分类。那后环绕的话，我就会建议说你可以开到 mid。因为如果你开 high 的话，其实因为像我们一般后环绕，这个后环绕都放得离我们聆听的距离是蛮近的，所以你开 high 的话，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抢戏啦，就是有点大声。那天空声道 Atmos 的部分，我就建议你可以开 high 了，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接触天空声道，所以天空声道开大声一点，其实看起来就是
更能增加它的存在感。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最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 Bar 9.1就 JBL Bar 9.1它这个产品啊，它的设计的最终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呼应，就是商霸产品他们就是当初开创的时候，就是要很方便，然后要很快速、很直观的使用，那也很好去做摆放。所以 Bar 9.1它的确就是它整个，你从它的遥控器的设计，你看到它这个无线的后环绕，你就很多人他买商霸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我后环绕要壁挂吗？我后环绕要接电线，那我有没有电线的接孔？那我要买后环绕的脚架。那基本上你 Bar 9.1你完全不用去烦恼这些事情，你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就把它这个接到你 Bar 9.1的本体，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拿下来，就是你就把它放在沙发旁边，所以你就少了很多的烦恼。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终极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好声音，然后你要想要好音响，但是你完全不想要烦恼说哦我要装潢啊，或我要怎么装它，那你就是买这款产品就对了。但同时我觉得它有一些很可惜的地方在于说，就这款产品它没有任何的 APP 去显示它目前的状态，以及做一些设定的调整。那其实像它本身有萤幕嘛，但是它萤幕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小。像我在我2楼视听室，我有时候要调整一些低音的音量，或者是我要调整一些设定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只能用感觉的了，因为我用看的实在是觉得太小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也看不到。对，那再加上说，你切换讯源什么都要用这个遥控器，所以你遥控器万一弄丢了，就整个操作是还蛮不方便的。那可能有人会说啊，它上面有按键啊，对，这个按键就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想要你用音响的时候，你就每次都要跑去音响前面，然后去调音量这样子。那可能又会有人说，商霸产品没有 APP 的，这不是还蛮多的吗？是这么讲是没错，但是其实以 Bar 9.1它这5万出头的价位，就是我们觉得当然是应该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待它了。那当然撇除操作性的方面不讲，我觉得 Bar 9.1还是非常，就是这个产品是非常值得大家就是跑一趟去体验的这样子。那尤其是它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环绕效果，因为它很好摆嘛，所以很好摆的状况下，基本上你每个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环绕的效果。那以及它播音乐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体验，然后很直观的操作，这绝对是值得大家一听的。那最后就是我们麦斯音响，就是之后会做更多这个音响、电视，然后或者一些家电产品的开箱以及评测。那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区。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来我们麦斯音响逛一逛，就是来听听这些好音响，然后来体验看看。那之后我们也会做更多的企划，那欢迎大家分享、订阅、按赞我们的频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